上个月 DeepSeek 完成了公司首次的外部股权融资，融资期间呢 ，DeepSeek 对于投资人的挑选非常的谨慎。而今天呢，梁文峰对投资人进行的一场长达4个小时、3万多字的讲稿被披露了出来。内容呢，没有什么资本圈司空见惯的宏大叙事，也没有画饼打鸡血的 PPT， 就是创始人梁文峰在那里坦诚的拆解行业和技术。美国巨头和华尔街的资本桌上，所有人都红着眼睛在算计怎么用大模型实现赢者通吃、吃干抹净，怎么用闭源和高价来收割全球的垄断暴利。而在中美 AI 竞赛这个最前沿的决斗场上，作为中国大模型的核心玩家的掌舵人，他给出的破局战略其实非常直白，甚至透着一种老派中国制造的质朴，就是克制。换言之，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很多人对克制这2个字多少有点误解，总觉得呢是算力不够啊，资本不够的时候佛系躺平呗。实际上，你放到全球博弈的视角下来看，这是一种极具东方生存智慧的进攻。AI 这个产业的未来规模实在是太大了，那据梁文峰估计呢，它未来很有可能占到全球 GDP 的 10%。面对这么大的一块蛋糕，美国大厂的本能反应就是筑起高墙独吞。但历史周期的规律早就告诉大家了，在一个增量巨大的技术爆发期，越是想通过技术壁垒独占所有的利益，越容易遭受到整个生态的反噬和历史的抛弃。所以 DeepSeek 定下了一个非常克制的商业化的逻辑。 API 的定价标准是什么？是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10个月收回设备成本作为合理利润的基准线，哪怕再把现在的价格翻1倍，客户的消耗量其实也不会掉。那人家就是主动的选择低价普惠，这就不是所谓的放弃利润，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技术倾销啊，是用合理的利润去换取极其广阔的用户基础和行业未来的生态。在这个过程之中， AI 它就不再是少数硅谷科技巨头手里的奢侈品，而是变成了全球的千行百业都用得起的基础设施啊。这种不赚快钱只拿合理利润的商业哲学，其实就是中国制造过去几十年横扫全球的一个底层密码吗？如今在这个最前沿的算力赛道上被原封不动的复刻过来了，成功的经验是值得学习的。那沿着这个逻辑咱们往下走，就能看懂他们在开源战略上的选择了。曾经说咱们的大模型厂商开源那是竞争压力下被动的防御，而我们仔细看 DeepSeek 的开源是从底层逻辑上就定好的战略进攻。美国人习惯用闭源构建护城河，就像他们长期依赖金融霸权和那些排他性的结算规则一样嘛，试图把所有人都锁死在自己的体系里，一个鱼塘只能在我这儿。但是只要你把最强版本的模型开源出去，而且不做任何阉割，这就是 DeepSeek 做的事情。这个闭环它就被打破了，因为在这个10个月就回本的低利润模型下，就算第三方拿到了你开源模型自己去部署，它的成本也绝对做不到比官方服务更低，这种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价格的反噬。那开源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和开发者不用再从零开始去踩坑，直接基于这个最强的底座做垂直应用的开发，这就是在用最快的时间把曾经的垄断炸开口子，让新的规则在平行的赛道上建立起一个生态。当大家都习惯了在开源生态里玩，整个中国 AI 产业链的创新速度会呈现指数级的乘数上升。过去中国互联网总是习惯跟在硅谷的后面走，现在是在通过主动开源再给全球开发者提供一个公共品。我们不当捂着技术的守财奴，而是去当整个生态的赋能者，这才是真正具备全球秩序主导潜力的战略定力，也是 DeepSeek 一开始就制定的战略方向。当然，所有的商业谋划最终还是要落到硬碰硬的技术能力上。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客观事实，中美在这个领域最大的差距就是算力资源。那美国的头部企业已经在训练800B 激活量的大模型了，而我们在规模上还差着一个数量级，在算力绝对劣势的情况下，靠堆蛮力参数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 AI 的追赶用的就是巧劲儿，也是 DeepSeek 包括曾经的幻方最擅长的方向。这就好比打仗，美国人弹药充足那就可以满天撒网，多点试错，各种热点赛道一起铺开。但是我们的资源有限，就必须看透技术演进的真正主线，从思维链到智能体，再到解决持续学习的这个核心瓶颈，最终通向人工通用智能。至于视频的生成、世界模型这些现在被炒得火热的概念，在这个阶段根本就不属于是智能提升的主线，多模态和搜索也只是组件。所以 DeepSeek 选择不跟风，把有限的算力资源极其克制的聚焦在核心方向上，
既然算力规模受限，那就把算法优化和计算效率压榨到骨子里。同样的模型效果，用更低的推理成本来实现，同样的算力支撑更大的模型规模。这种通过极致的工程效率来对冲硬件规模劣势的做法，就是中国技术团队最核心的技术议价能力。而提到硬件劣势，我们就不得不提横在中国 AI 面前最硬的那堵墙——英伟达的酷。过去我们最焦虑的就是这个甚至一度国发院的老师觉得说，中国的 AI 没希望哪怕国产芯片的这个纸面性能做上去了，软件的生态它不兼容，没人能用。这种卡脖子的窒息感我们太熟悉了但是技术的发展往往会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拆解住霸权的这个承重墙。现在的这个看似密不透风的护城河正在快速的被瓦解，原因有3个。首先 AI 自己就能够辅助写代码了，自我突围，这让重构生态的门槛大幅降低了，相当于自己培育了一个自己的最强助手。其次，像 Talon 这种高级编译器语言的出现让开发者可以快速重写整套的算子生态，这相当于在软件层面直接搭了一座绕开旧壁垒的桥。最后，现在的 AI 专用芯片已经不需要再去兼容那些老旧的游戏场景了，英伟达背负的那些沉重的历史包袱反而成了它的拖累。在这种生态重构的历史拐点，你再看国产芯片的真实水平，华为的950超节点在实际应用中已经可以平替 GB200 或者 GB300 了，4张950的性能大约等于1张 GB300， 技术的代差已经被压缩到了2年左右，而生态兼容的问题在1年内，据梁文峰所说就能完成验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前制约我们的核心瓶颈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的鸿沟，而仅仅是一个产能的问题了。只要软件桥梁搭好，生态的口子一开，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产能优势和电力成本优势就会彻底被释放。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时间必然到达的终局。我们终将用自己的方式突破那张曾经密不透风的算力维度网。支撑这一切宏大突围的其实是一个极其朴色的组织底色那 DeepSeek 没有层层加码的 KPI， 也没有内耗的层级管理，甚至极度排斥那种表面繁荣的加班文化。他们实行的双线管理，自上而下的工作只占1半时间，剩下的1半留给工程师自己探索。为什么不需要靠加班来补效率？因为当整个团队的战略足够克制，完全聚焦在主线上，不做那些无意义的杂事的时候，松弛的环境反而最能催生最顶级的技术突破。他们不推崇什么天才天团的神话就是一群普通的中国高校的本土土鳖毕业生，靠着做对世界最有用的事儿这个共同的愿景凝聚在一起。核心团队极其稳定，人才流失率远低于同行业，因为大家都清楚钱和算力资源最终都能通过市场解决，只有人，这群有着共同理想的人才是真正的壁垒。就是这样一群平凡的中国工程师，不浮躁不炒作，踏踏实实的在技术一线耕耘，用最朴素的理想主义去拆解最复杂的科技霸权。纵观历史，任何一种暴力和技术垄断都是不可持续的，总想拿最大的份额，总想靠先发优势收割全球一毛不剩，最终一定会被那些愿意拿更少利润提供更好性价比的长期主义者打败。那梁文峰的判断是，大模型的发展终局绝对不会是某一家美国巨头垄断全球的底座产生的这种美国和其他的天壤之别，而是必然走向收敛。那美国国内最终可能只能保留下3、4家充分竞争的底座我国也是一样。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维度是成本和时间，这恰恰是中国最擅长的事情。凭借我们恐怖的工程落地能力和极致的成本控制，中国一定会把 AI 从高高在上的神坛拉下来，做成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普惠产品。在这个正在重构的全球 AI 3级格局中，中国必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不靠资本的无序扩张去制造焦虑，也不靠概念炒作去收割流量，用克制与理性硬生生的走出一条独属于中国科技的自主之路。这条路或许起步时资源匮乏，或许走得艰难缓慢，但中国的工程师们和历朝历代不信邪的中国人们都一样。我们不要那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上的月亮，我们要的是家家户户都能拥有的月饼。实际上，摘下所谓的科技桂冠，送到每一个人手里，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科技理想。希望他们在这条路上行稳致远。